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年前，表妹公司的老板找我订购员工礼盒，可到交货那天，身为供应商的舅舅却迟迟不发货，还坐地涨价。510盒是上个月的价格，过年都涨到1200了。可明明我给舅舅的采购价已经高出市场价一半。眼看表妹的老板还在不停催货，我只能忍着怒气跟他解释说这关乎表妹工作，劝他别再闹了。可他却不屑地嘲讽：你装什么呢？我女儿可是上市公司的领导，一年工资上百万，怎么可能到你这种3、5小作坊买东西？我可打听过了，你收我500，转头就卖1000。这些年你从我们家坑走这么多钱，赶紧还回来，否则我绝不发货。我冷笑着没有搭理他。不知道的是，这笔生意是我特地动用私人关系帮表妹拉上的线，要是成了，表妹就能顺利转正入职。可这下子全泡汤喽。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我还带着员工在仓库里打包发货，正忙得脚不沾地时，就收到了王琴的短信：小冉呀，货送来了吗？年会马上开始了，员工们都等着我发礼盒呢。对了，你表妹的转正申请我开完会就批，放100个心吧。这个王琴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也是我表妹公司的老板，还在上学时我就和他关系很好。听说前年他开了家互联网公司，生意做得红火，恰好表妹刚毕业托我帮忙找工作，所以我联系王琴，把她塞进了公司，还争取到了好岗位。我跟表妹再三嘱咐，珍惜机会，努力学习。结果还在实习期，她不是被抓到迟到早退，就是最基本的 Excel 都不会用。王琴也屡次暗示说表妹能力有问题，还是我好说歹说，求她再给表妹一点时间。现在表妹6个月的试用期已过，王琴也勉强答应我让表妹转正，待遇给的也不错，月工资开到2万，缴纳6险1金，13薪双休不加班。这个待遇放在我们这座3线城市，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眼红了。俗话说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短。我前些年开了家礼品店，为了报答王琴的帮忙，自掏腰包给他公司准备所有过年礼盒，就当是感谢他这个老同学对表妹的照顾。毕竟按照表妹的学历，连进他公司的门槛都够不着，更别提能顺利入职了。想到这，我赶紧在手机里回复他，约定下午3点一定会把货送到他公司，绝不会让他在年会上丢了面儿。这时已经下午1点，我亲自核对好库存，立马吩咐员工开车去给王琴送货。可就在几个员工准备搬货出库时，一道尖锐的呵斥声响起：快放下！我看今天谁敢动我家的货！我一抬头，就看见舅舅带着舅妈、表弟，还有几个村民围堵在门口，不让任何人出去。看了眼时间，我有些着急：舅舅，我急着发货呢，您这是闹什么啊？可话音刚落，舅妈就大嗓门冲我吼：乔冉，这是我们家的东西，你不给钱就发走，还要不要脸啊？一下子，在场所有员工全都疑惑地朝我看来，我也懵了，下意识就问：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已经给了舅舅钱吗？600和30万，一分不少。舅舅一家开了个食品加工厂，主要做些农村土特产，可前几年销路不好，找上了我，想着通过我的礼品店来卖货，他们负责做里头的产品，我负责采购后统一包装和挂标销售。想着舅舅经营不易，哪怕货的质量参差不齐，我还是高于市场价1半收购。
并且全款预付。就在我猜测是不是银行转账出了岔子时，舅舅一把手机砸在我脸上。510盒，那是过年前的价格，现在肉价菜价哪个不涨？你还想白占便宜啊？现在光成本就1000了，你怎么说也得给我加到1200吧？600盒，总共72万，赶紧把剩下的钱打过来。我听着舅舅嘴里的天文数字，简直不可置信。虽然今年的确物价飞涨，也不止一个供应商提过涨价，可从没有翻倍的涨法啊！我拿出计算器，耐着性子打算问清楚：舅舅，这1000的成本您是怎么算的？年前猪肉卖23一斤，过年涨到了28，可每盒里猪肉才2斤半吧？加上其他的菜，白菜8毛，萝卜7毛5，酸菜9毛，这算下来一盒的成本撑死了就200啊！舅舅见我算得这么仔细，老脸通红，梗着脖子跟我对峙：你懂个屁啊！光算菜钱就是成本了，那人工费、厂房租金、水电费、加工费不都是钱？还有大过年的，我可不得给员工发点红包吗？一来而去，成本都快2000了，我收你1200已经是亲情价了。可舅舅的那个食品加工厂我去过，厂房是自家老仓库改装的，压根就不存在租金，而员工也只有3个村民，工资开的750，再怎么算，每个礼盒的成本也到不了1000啊！在场的员工不好插嘴，只能小声提醒：老板，已经1点半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看着手表不断跳动的指针，心里也在着急，毕竟从仓库开车过去就要1个小时，再拖下去真怕赶不上了。可舅舅却死死拦着我，还带人齐刷刷躺在仓库门口，放话说：哼，要是不给钱，今天你休想把货发走。我卡里的钱基本都预付给了供应商，而客户都有账期，结款要到年后才能拿到，现在能拿出的现金顶多还有个5万块。虽然心里不舒服，可我还是把钱先转了过去，想着毕竟是家里的长辈，我主动让了一步：舅舅舅妈，我也体谅你们开厂不容易，可哪有供应商翻倍涨价的？72万我给不了，但如果你们缺钱，这5万你们先拿去，别耽误咱给客户发货行吗？舅舅二话不说点了收款，可脸上十分嫌弃，还朝我吐了口水。呸！5万块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可听说了，你500收我的货，转头卖到1000呢。这几年要不是有我家给你供货，你这家店早就倒闭了。可你倒好，这么点钱就想糊弄我。其实这些年舅舅的货在店里卖得并不好，为了冲销量，我定价也不算高。市面上同等规格的土特产一般是300到400每盒，可我想着拉舅舅一把，爽快地给了500，加上食品检测成本、包装成本、门店租金、运输费，杂七杂八算下来，一盒我顶多赚个5块钱。可落在舅舅眼里，就觉得是我独吞了一半的钱，还不肯给他涨价。我不愿再跟他纠缠，忍着怒气问了句：所以你们还要多少才肯让我先发货？舅舅用手比了个4，嚣张的在我面前晃了晃：40万？哼，是400万，先打欠条，年后补齐，否则这批货你休想发走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我冷笑一声：400万，他怎么不去抢呢？这些年我念着他们是亲戚，加上外公外婆是舅舅在照顾，已经帮了不少忙了。可没想到他们居然坐地喊价，狮子大开口的找我要400万。见价格已经谈崩了，我强忍脾气，
打起了感情牌。舅舅，400万我的确给不了，可今天的货关乎你女儿的工作，快让开吧。可舅妈扑哧笑出了声。我家招娣是上市公司的大领导，她的工作和你这种土老板有什么关系？开个3无的小作坊就觉得能比得上招娣了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赶紧的，这400万你快点打个欠条，不然今天我就算烧了这批货，你也休想拿走。说完，舅舅一家直接上手，开始扒拉车上已经包装好的礼盒，不少礼盒的外包装被撕烂，还被舅舅和表弟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，边踩还边骂：我让你个贱人贪我们的钱，让你故意糊弄我。围观的员工看到这一幕也被气到了，立刻替我抱不平。签合同的时候不吱声，等要发货了就闹，怕不是趁火打劫吧？就是，肉价菜价再怎么涨，能涨到这么多吗？我看你们就是故意讹人呢。舅妈也毫不示弱，讹人？我女儿可是大领导，年入几百万，我犯得着讹人吗？你们几个打工的是看不起谁呢？几个人开始拉扯，场面一度很混乱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快到2点了。王琴说过会在3点整给员工发放礼盒，要是现在发车还来得及，但如果送不到，王琴心里肯定膈应。而表妹的转正申请可就悬了。说起来，这事儿发酵到现在，跟我表妹也脱不开关系。表妹从小学习不好，但就是爱装，压分上了大专，结果办假证骗家里是985本科毕业，靠着我的关系才找到了份工作，结果骗家里说被上市公司求着去上班，年入100万。为了让家里人相信他一个实习工资4000块的人，偷偷借了20万的贷款转给舅妈，还骗说是年终奖。舅妈舅舅在家族群里炫耀了2个多月，每次都艾特我出来捧一踩一。每当舅妈在群里夸他多懂事多孝顺时，他总是一连发好几个大红包回应，结果就是装货装到生活费还只能找我借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久而久之，已经习惯自我欺骗的表妹无法再接受真实的自己，她跪在我面前，一遍遍求我千万别把事情抖露出来，否则就去死。她还说只要她能顺利入职，咱几个月前就能把贷款还上。我有心帮她，却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。看了眼手机，已经2点过5分了，要是送货司机再开快点，或许这批货还能赶得上。我一声令下，让员工立马开上仓库的叉车，自己也抄起角落里的钢管，气势汹汹地吼道：让开，我看今天谁敢拦着我发货。舅妈被我吓得一哆嗦，扯着嗓子开始嚎：天杀的，我们可是你舅舅舅妈，你这是要造反啊！我舅舅也脸色一白，8成想不到我赶来真的，开始气急败坏的咆哮：你一个迟早嫁出去的赔钱货，居然敢动手打我！你试试，明明是你故意占我家的便宜，白吃了我们的货还不给钱，今天休想走！那几个被叫来的村民也顺势倒在地上，开始撒泼：要命啦，要命啦！有人坑钱不赔，还打算杀人了。有2个胆子大的还趁乱冲上前，准备跟我硬碰硬。见状，舅舅立马喊了一嗓子：耀祖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跑出去报警啊！闻言，13岁的表弟立马趁乱跑到了外面。其实我也不是真要动手，顶多也就是吓唬吓唬，可报警却正合我意，想着大过年不能伤到人，所以我挥动钢棍的力道也不大，可他们都故意往我这儿扑，直直撞过来，然后倒下哀嚎：哎呦呦，我的腿断了啊！
你赔我医药费啊！我的头被打流血了，好痛啊！我看出来他们是在装，丝毫没有理会，立马让员工把货装上发车。眼看时间已经2点15，久久没等到货的王琴已经催了我10几遍，语气也越来越急。我不好意思地跟他道歉，立马吩咐司机路上开快点。仓库距离王琴公司35公里，开车过去45分钟应该没问题。我亲手关上了后车门，心里祈祷着这批货一定要准时送到。可看着货车刚开出去100米就立马熄火时，我直接傻眼了。车子居然在关键时候爆胎了。一抬头，刚刚跑出去的表弟手里拿着根钢针，还冲我做鬼脸。我怒吼道：“是你把轮胎给戳破了！”表弟理直气壮道：“哼，谁让你敢欺负我爸妈？这就是给你的教训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我彻底被这家人的不要脸给气笑了，立马掏出手机给王琴发消息：“阿琴，这批货被李招娣爸妈给黑了，我年后一定给你补上更好的。至于李招娣，你就公事公办，转正也好，辞退也行，不用看我的面子。”顺带还把刚刚舅舅一家闹事的监控视频全都传了过去。舅妈还以为我在用手机叫人，冲过来一把抢去，大概看了几眼后，举着手机走到我面前，嘚瑟道：“你装什么装呢？我家招娣可是年入100万的公司领导，用得着你个土老板做主辞不辞退？我看这个备注王琴的是你的小号吧？自导自演，真有意思啊！还说什么不用看你面子。”哈哈哈！我脱口而出：“随你们怎么说吧，希望待会你们不要求我就行。”舅妈嘿呦一声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大：“你放你娘的屁！我们会上赶着求你这个黑心肝的土老板，搞笑呢吧？”说着说着，他就开始扯到我妈身上。要不说没妈的人没教养呢，做人做成你这么失败的，天底下还真是没几个，又没本事又没良心，我都替你妈丢人。我彻底怒了，红着眼吼道：“你怎么说我都不要紧，但你最好嘴下积德，别牵扯我妈。当年我生下来才1个月，我妈就因为产后突发大出血走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跟着外公外婆长大，爸爸只是偶尔帮衬一下。因为现在是舅舅负责给二老养老，所以能帮舅舅的地方我都尽量帮。可没想到他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攻击我。”舅妈冷笑道：“都死几十年了，积个屁的德！再说我也是替你妈教育你，自己没良心坑我们的钱，不要脸还不让说了。”他双手抱胸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还求你？笑死人了！我家招娣可是大公司领导，你不过就是个土老板，就算不跟你合作，我们的货也能直接卖给我女儿。大公司每年都是成百上千盒的订，还愁没销路吗？好，记住你现在的话，千万别后悔！”我怒吼一声。这时站在旁边的舅舅和表弟也附和起来：“后悔啥啊？我看你就是欠收拾，赶紧把那400万打好欠条，不然你这手机也别想要了。正好你表弟最近想换新手机，你这手机就当是给我们的赔礼吧。”我突然觉得和这家人压根就是说不通道理，可想来想去，表妹找不到工作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帮舅舅一家真的有好处吗？其实想通只是一瞬间的事，我彻底不急了，耸耸肩对他说：“手机你们喜欢就拿走吧，就当我好心赏给要饭的了。至于你们说的400万，不好意思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”说着，我学他们的样子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
其实仓库早在1周前就放了假，还是因为舅舅送货延迟，才让我今天只能临时调人来发货。而给王琴公司的礼盒也是我自掏腰包30万，免费送去，当作给他的谢礼。结果1分钱都没赚到，大过年的还要吃力不讨好的受这种气，真是犯不着。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拿不出我欠款的证据，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？舅舅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顿时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。他仰着脖子冲我嚷嚷：“你以为我真不敢把你怎么样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家招娣有的是钱，整死你都是分分钟的事。收你手机不过是替你妈教育你，谁让你先威胁人的？你靠着我们家赚了不少钱吧？区5万就把我们给打发了，想得美！”他当着我的面把手机打开，我倒要看看你卡里是不是只有5万了。要是发现你骗我，我今天打死你！结果一打开就跳出来了表妹发来的信息：“姐，说好的礼盒你怎么没送呢？我老板在年会上发了好大的火，你快点送来啊，不然我的转正可悬了。”舅妈看见这条消息后，立马问我：“你跟我家招娣在聊什么呢？什么转正悬了啊？她的工作和你有啥关系？”还没等我开口，表妹的电话就急匆匆地打了过来。舅妈迅速按下接听，表妹哭得抽抽搭搭：“姐，这个工作我可是坚持了6个月啊，好不容易试用期过了，你该送礼的时候怎么不送礼呢？都怪你，这下子我转正还能有戏吗？要是我没了工作，你必须要给我负责。”舅舅和舅妈脸色一变，凑到手机前惊呼道：“招娣，什么意思呀？你还没转正？”表妹反应过来，立马挂断了电话。舅妈着急地用我的手机打过去，她没接。舅舅和表弟也急了，跟着舅舅来闹事的村民悠悠问道：“老李啊，你不是说招娣是公司的大领导吗？怎么领导还有没转正的？”舅舅脸色彻底白了下去，扭头看向我：“乔冉，你好好解释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双手一摊：“没长嘴吗？自己问李招娣呗。”舅妈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用自己的手机给表妹打电话。快到提示音结束时，表妹才接：“死丫头，你刚刚居然敢挂电话，快说，没转正那事儿是真的吗？”表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：“没有啊，爸妈你们误会了，我怎么会没有转正呢？”我冷笑着勾起唇角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表妹还死鸭子嘴硬呢。她继续说道：“因为我老板跟表姐是高中同学，关系非常好。表姐为了让我升职加薪，就跟老板承诺免费送一批员工礼盒，一来是当作新年礼物走个人情，二来是跟他再引荐我。我能不能晋升，就看这次了呢。”此话一出，舅舅和舅妈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他们颤抖着嘴唇问我：“所以刚刚要发的货是送给招娣老板的？”表妹听到这话，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们公司每年年会都给员工发一批新年礼盒，4次都要花不少钱呢。可今年有了表姐免费送，老板高兴坏了。看在表姐面子上，立马说给我升职呢。马上年会就要结束了，待会我也能领到表姐送的礼盒啦。”舅妈哆哆嗦嗦地问了句：“那你们老板是叫王琴吗？”表妹有些疑惑地回道：“是啊妈，你怎么知道？”舅妈立马把电话掐断，翻出刚刚我和王琴的聊天记录。我给王琴发送过去的监控视频里，赫然就是舅舅一家无理取闹的嘴脸，嘴里还左一句我家招娣，右一句我家招娣，生怕王琴不知道闹事的人就是李招娣爸妈。而王琴的回复也弹了出来：“
什么？这是李招娣的爸妈？疯了吧？我说怎么货还没送到呢？原来是他们在闹事儿。你放心，礼盒的事情不着急，大不了待会我把礼盒折成奖金给员工发了。可李招娣，说实话，要不是看在你面子上，我压根都不会让李招娣进公司，一点真本事没有，还好吃懒做。待会我就办了他。舅妈黑着脸读完了所有聊天记录，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她一脸着急地看着我。旁边的几个员工也捋顺了思路，说：所以乔姐花了30万从他们家买货，又自己倒贴钱送给他们女儿的老板，那这事儿左右不都是他们家赚吗？是啊，白拿了30万，自己女儿还能升职加薪，简直赚翻了。结果没想到被自己亲手给毁了，哈哈哈！员工调笑的眼神朝我望来，我点点头，没错，本来这件事我压根赚不到任何东西，是你们非说我占便宜，结果耽误了李招娣的前途。本来3点是交货时间，可现在早就过点了，那还不都怪你？早点说不就好了，在招娣老板面前瞎嚼什么舌根呢？快，赶紧找车把货都送过去。你不是跟王老板关系好吗？赔个罪也就过去了。舅舅急得用手指我的鼻子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，而我双手抱臂，悠哉地看着他。舅舅，我没跟你们说过吗？可货是你们拦的，包装是你们撕的，车胎是你们扎的，凭什么要我去赔罪？还有，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哦，不对，您刚刚还说绝对不会求我呢，可千万别反悔哦。其他员工也纷纷站出来替我说话，可不是吗？我们这些员工最清楚什么货卖得好，什么货卖得不好了。就你们加工的货，要不是乔姐费心思搞包装找销路，早就放角落落灰了，还好意思怪乔姐占便宜？就你家货那个忽上忽下的质量，放在市面上批发价撑死也就300块一盒，还敢叫着要1200，真是不要脸！舅舅舅妈被对得下不来台，可还是梗着脖子狡辩：放屁！老子的货用的可全是有机无污染的原料，再怎么着也能卖到800。你们这些人不就是想给乔冉找场子吗？真以为我不了解行情啊？说完，舅舅转头又理直气壮地看向我：乔冉，如果你是因为我收你1200才不肯去赔罪帮忙，那我可以把成本价降到每盒800，都是一家人。招娣还是你亲表妹，你就别再拿乔了。我知道他们不要脸，可还是被这番话震惊到无语。感情我还要谢谢他们涨价一半，然后屁颠屁颠去帮忙。我没给他们好脸色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想帮白眼狼。还有，以后你们家的货我再也不会收了。舅舅惊呼一声：乔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耸肩道：字面意思，既然你觉得自家的货能值800，那就干脆另找高明吧，反正我是要不起，也不打算再要了。舅舅被狠狠噎住，气得直捂胸口。好，你以为我们真要求着你啊？市面上到处都有找我们要货的店呢，真以为自己的小作坊能有多大本事啊？以后可有你哭的时候。刚好这时我手机响了，我偏过头接起电话，没有搭理狂怒的舅舅舅妈。电话一接通，我就听到了表妹的哭声：姐，我的转正申请被驳回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还欠着50万的贷款呢。我皱起眉，怎么又变成50万了？年前你不是跟我说只有20万吗？他支支吾吾地说，还不是都怪你，我以为肯定能转正，所以又贷款买了车回家过年，还买了新款 LV 的包。我彻底无语了，你自己打肿脸充胖子，
还怪上我了。结果他理直气壮地说：怎么不怪你？本来老板都可喜欢我了，要不是你没及时送礼把他给惹毛了，不然我早就转正了。我是被你牵连的，你有100%的责任。事到如今，你必须付出代价。我没转正的事情，你得帮我在家里瞒着。还有，赶紧转给我80万，我先把钱还上才行。剩下的钱，我再买点年货回来。此时，我不得不相信血缘一说，毕竟他这副理所应当的嘴脸，跟他爸妈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我冷笑一声回：李招娣，你们一家都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他瞬间拔高声音，嗓门比他妈还大：姐，你这问的什么话？难道还想甩锅不负责啊？要不是你拖泥带水的不把货送来，我至于这么卑微的求你吗？好家伙，他卑微上了。我冷下声音回他：首先，你先搞清楚自己这份工作是怎么来的，要不是我走关系把你塞进去，你连简历都通不过。第二，我不止一次告诉你，珍惜这次机会，努力学习。可你呢？不是迟到早退，就是摆烂，还老板都很喜欢你，做梦呢！说到这，我把和王琴的聊天截图发了过去。第三，如果不是你爸爸和弟弟来闹事儿，这批货早就已经送到了。他看了看截图，立马没了气势，弱弱地问：这和我爸妈还有弟弟有啥关系？说着，我把仓库的监控视频也一并发了过去，直言：诺，好好欣赏一下。他又哭了：不是，姐，我真的没办法了啊！听我爸说，你这几年从我家已经捞了不少钱，就只给我80万，又怎么了？你就这么抠门吗？我气笑了：没证据，别乱说话。我这几年几乎都是亏本在做你家生意，压根就没赚钱，账目上一分一毛可是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有本事来查。他嘟囔道：可我真的很着急啊，姐，现在能救我的只有你了。之前的20万还没还上，又加上新的30万，我的手机已经被借贷公司打爆了，迟早会打到我爸妈那去。而且这30万我还是从高利贷公司借的，今天他们还发消息说要上门催债呢，人都追到我门口了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打断道：够了，年前我刚给了你爸30万的货款，这笔钱也够你先填上窟窿了。我劝你还是早点跟舅舅舅妈坦白，刚好这会儿他们对你有愧，也不会多说你什么。结果我刚说完，他就炸了，让我跟我爸妈坦白，还不如杀了我呢！妈的，怪不得我爸老说你没良心黑心肝，还真是没看错你啊！连自己的亲表妹都不肯救，你还要脸吗？要不是我家这些年给你供货，你能赚到这么多钱？你不帮就算了，还落井下石。还有转正也是一样，明明你和老板是朋友，不过一句话的事儿，结果就是不帮。你个死贱人，就是看不得我过得好吧？我的心彻底寒了。这些年我都是掏心窝子地帮他，还帮舅舅家表妹升学，帮他调查院校出主意，毕业了帮他找房子实习，缺钱了立马转账给他，找不到工作就求老同学帮忙，还有舅舅和舅妈每年给的照顾都不少。说真的，我已经很上心了，可到头来他们都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应当。我冷冷回他道：既然你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俩也不用再联系了。你爸妈的货反正我也不要了，以后互不打扰。说完，我立马删除拉黑。我刚挂断电话，几名警察就走了进来。见状，舅舅脸上闪过一丝得意，急忙迎上去：警察同志，你们可算是来了，报警的人是我们，我要告这个女人诈骗和打人，你看这都把我们打成什么样了。
说着，舅舅眨巴下眼睛，那几个跟着来闹事的村民立马哀嚎着瘫倒在地。哎呦，我的腿好痛啊，我的头也好痛，天杀的，这个女人拿钢管往死里打我啊！警察同志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舅妈立马跳出来，还有，这个女人故意不肯帮我女儿升职加薪，你们赶紧把她抓去坐牢吧！警察看着哭得厉害的舅舅舅妈，一个头两个头，可还是耐住性子回答：抱歉，拒绝帮忙升职加薪不在我们管理范畴，也算不了犯罪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其他要说的吗？闻言，我立马举起手：警察同志，现场所有监控您都可以查看，我们保证100%配合。还有，他们状告我的东西我不认，可我要告他们敲诈勒索，行为严重。这话一出，舅舅舅妈不乐意了。嘿，你个小贱人，还有脸告我们？我不送你去坐牢就是发善心了，你有啥资格说话呢？警察同志可不会容忍他继续闹事儿，一个眼神就让舅舅熄了火。听到现场有监控，警察立马让我调了出来。等到警察看完全部监控，立马出了结论：几个闹事的村民是自己故意往我钢管上撞的，压根就不存在我主观打人。至于舅舅告我诈骗、白占他们便宜的事儿，在查看我所有的账本后，判定更是无中生有。可舅舅舅妈敲诈，还有可以损坏我店铺财物一事，却是板上钉钉。他们不知道，在他们威胁我不给钱就刻意阻拦发货时，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。根据72万的敲诈金额，甚至已经达到了入刑标准。听到这话，舅舅的腿都软了，舅妈和表弟更是开始哭唧唧的闹。怎么会呢？明明是这个贱人白占我家便宜，我不过是想讨公道，怎么还要被抓走啊？肯定是你们这些警察跟乔冉串通好的，我要去告你们，去中央告你们。警察都被气笑了，直接把这些年记录的账目和市场调研甩在他们脸上。按照证据来看，的确是你们无理取闹在先，乔小姐的做法毫无问题。原先你们的货好几个月才能销售几盒，可现在每年都能销售上千盒，已经很可观了。你们到底有什么不满的？舅舅舅妈被噎住，半天答不上来。见状，警察立马打算把舅舅舅妈先押回警局，可门口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，怒斥道：等等，我看今天谁敢动我爸妈！舅舅舅妈抬头望去，在见到表妹从豪车上下来时，脸上的神气又开始冒出来。哈哈哈哈，我女儿来了，我女儿来了，我女儿可是大公司的领导，分分钟就能替我们摆平，你们还不赶紧放开我！第9章，我摇摇头，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信心。可还没等开口问李招娣，他先反咬我一口：表姐，明明是你找我借了80万，我爸妈不过是来让你还钱，你居然敢撒谎说是他们敲诈。我本来以为借给你不会出事儿，可没想到你居然敢这么欺负我爸妈，还打算送他们坐牢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先把欠我的80万还掉吧，否则我也告你欠钱不还。闻言，舅舅舅妈哈哈大笑，看见没？我女儿可是大领导，还不赶紧把我家的钱还回来？我皱起眉，有些好笑地问：哦，我怎么不知道我借钱了？结果李招娣立马甩出一张截图，上面正是他转账给我80万的聊天记录。看到这，我彻底懵了。不是吧？他以为只要我把他删除拉黑，找不回聊天记录，他就能在警察面前撒谎说借了我钱。我立马正色道：警察同志，我从来没借过什么钱，这个聊天记录绝对是 P 的，麻烦做一下技术鉴定。
听到要技术鉴定，李招娣慌了。哼，聊天记录是个人隐私，我凭什么要给警方检查？你就是欠我钱了，赶紧交出来！我和警察都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这家人，真的被逗笑了。记录不是你想不交都不交的，而且我奉劝你一句，伪造证据也是犯法的。还有，微信转账单日限额最大20万，真不知道你这个80万 P 图的时候过没过脑子？李招娣脸色一白，而我继续打击道：我虽然把你删了，可谁说之前的聊天记录我没保存的？全部我都录屏下来了哦。话落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放了出来，上面不是找我借钱，就是找我威胁给钱。姐房租不够了，和我打3000过来。姐，贷款还不上来，给我2万块行吗？我快被催债人逼疯了。姐，你有钱吗？姐，你在吗？裸贷这种东西靠不靠谱啊？李招娣彻底疯了。谁让你把这些都放出来的？而舅舅舅妈比李招娣还疯。妈的，你之前都是在骗老子呢！你个死赔钱玩意，贱蹄子！原来这些都是你贷款买的啊！你个挨千刀的蠢货啊！他扑通一声跪下，我也是逼不得已啊！高利贷的小弟已经追上门了，我真的缺钱，真的缺钱啊！看到这儿，警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直接一声令下，把这群人全都给带走了。最后，舅舅舅妈因为敲诈被判了5年，李招娣被判了1年03个月。等到李招娣提前出狱，看到高利贷账户里几乎翻了5倍的贷款时，差点心梗发作。本打算拿爸妈的钱还贷，结果却发现早就被没入狱的表弟挥霍一空。不得已，他打算重启自家的食品厂经营，可发现东西压根就卖不出去，最后被高利贷的小弟活活打死。而我的生活早已离他们越来越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